大家好，又是爱的人，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 POV。欢迎回到来我的频道，欢迎回到来 POV 跟定的试驾系列了。我上个影片试驾这辆欧摩达 E5 来到山脚这里，这个影片就要把它带上云顶跑一下。这辆车是一个全电动的，我在上个影片已经有说过，它完全跟欧摩达5是不同的性格。这辆车是一个单马达的电机，它把所有的动力传输在前驱，204 PS， 340牛顿米，0到100大概7点多秒。前面是麦花臣，后面是一个多连杆的设置。E5 的电池是放在下面的，轮胎方面是用着 Camco 的 X-Star PS71 215/55R 18寸，前后都是一样的尺寸所以我们今天就把它带上云顶跑一跑。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，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，记得按下订阅，到我更新新影片的时候呢，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。然后不多说，我们上山了 ，Let's go！而且内饰的颜色我也是非常喜欢，蓝色适合我。踩一下刹车，它就是打开所有东西了的。关闭 AC， 打开一点，天窗也打开吧。就是 Sport Mode， 踩油就去，不是踩油，是踩电门。完全不用换挡，就是踩电。这辆车的动力呢，不会像双马达这样啦。怎么说的，它是一个单马达，你不要想象成它是一个 Model 3 Performance 或者 Long Range 那种毕竟这个价钱才卖在146,800，可是有的这样的动力我已经是很满足了，因为日常生活用上面你都不需要，真的你这样大的动力来做什么呢？你在 KL 可能塞车的时候没有用到，你只需要它的这个续航能力好就好了。现在刚刚出发的时候还有68%，现在看一下到顶的时候会剩下多少%的电。昨天下过雨地上有点湿其实这个欧摩达 E5 配上这个轮胎，我觉得还不错的，不会至于像滑板鞋这样。哇，换上了这个毛迪林真的是不一样这个操控不错的动力来得顺。我发现到有一个不好了，这个我很容易按到那把灯。难怪有什么臭味啦！原来这辆奥迪在喷白烟，GG 啊，这 piston。这样子，如果你是在 KL 驾驶，你把一个油门踩到底的情况下记得要抓紧那个方向盘，要不然它的这个会有一点 dog steer 的感觉。
It's a fun drive car, man. It's a fun car, man. 当然 SUV 不是拿来这样子驾的，可是我觉得它操控真的是不错啦。老实说，一个 SUV 来说，软中带刚，不需要太硬，也不需要太软，刚刚好。太软的话就，你觉得handling还是差一点点。向很棒哎，指哪里就走哪里。上一滩水 ，damn。你知道你在超车的时候，你的速度跟这个巴士是差不多的吗？超车就是要踩多一点油啊，兄弟，不然的话，真的是要注意一下后面的车的速度哦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啦，我觉得我驾欧摩达 E5 出去的运气很差。这是可能我个人的问题还是什么，然后我就出去吃个饭什么，一到路口的时候啊，那些车好像明明我这个颜色这么已经那么亮了哦，出路口都不看都没有看到我的，他们直接踩油就出啦。我遇到很多次了，你知道吗？同一天可以遇到2、3次，真的是 back check 哦。这样亮的颜色，我以为很安全了嘛，就是很多人会看到我，而且我不是快的行驶，我是慢的哦，可能他不能预测到我的速度是多少，他直接不用看就直接出哦，我觉得很不好啦，这样子驾车危险哦。你要把那个方向盘抓稳，还有 top steer。怎么我的这个 blind spot monitoring 开了的？诶，没有，我关了。哦，那 lane keep assist， 怎么刚刚会出来自己关掉了？奇怪。先等我一下，摩托。
10. Thank you, thank you. 幸好你会让。这个刹车真的是很棒，蛮喜欢这个刹车的。前驱车，车头抓不住，出弯一下子油门踩下去 ，sorry 啊，是电门，也一直讲油门。来到这边动力还是不错的哈。如果驾山路来讲，我没有很喜欢这个方向盘，比较大力，再小力一点就很好。日常生活驾当然是没有问题啦，只是大力就看起来比较 grand， 比较 premium， 豪华。可是 sport 就没有啦。推头地上4，来到这个清水，就动力稍微真的是衰退了一点点。OK， 就之前我驾 Tesla 也是这样 ，BYD 也是这样，这是电车的一个缺点啊，我可以算是，因为热了嘛，我们车何况油温跟水温一热也是一样重。只是它的稍微 pick up 会少了一点点，可是速度还是可以提上去的。你看，在这个我还可以走到100多。啊，你看这个 pick up 就哈哈。我都把 AC 关掉了，为什么那个车的冷气还是这么冷呢？
Jam。好吧，那我就终于上到顶了。这个时候我在斜坡，我踩完那个电门下去，好像不会怎么去冲了哈。看，我有那种暴力啊，我再试一下哈。26%的动力，它就起步的那一刹那而已啦。就没有什么力，后面的力还是会来的。我感觉到很多电动车因为重量的关系，它不可以把悬吊做得过于的软。如果过于的软的话呢，它的这个支撑性不足啊。因为它重嘛，这样车让我想起来 BYD Atto 3呢，我也是有加过上山啦。操控，因为它的电池在底部的话呢，重心在比较低，所以操控是不错的，只是说它的悬挂稍微的软一点。这辆 Omoda E5 的悬挂呢就没有那个软，就稍微比 Atto 3硬一点点，支撑性也还不错。当然 SUV 还是会有那个侧倾的。其实电动车我也没有什么好讲的啦，又没有得换挡，又不用拉转速，就是过个弯踩油一下子去而已。真的跟 Omoda 5加起来完全两回事。两个世界的车，而且我用惯了这个怀档真的是非常的好用，我很喜欢，不用找排档杆啊什么的。OK， Park， 什么都不用按 ，Parking brake 也不用按。哇，我还剩下46%，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啦。而且我在三角的时候才68哦，它的耗电量还好，不会讲太多 ，standard 啦，差不多啦。Omoda E5 终于上到顶了。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，不妨可以去 Chery 那边 test drive 一下。Chery Omoda E5 跟 Omoda 5记得都要试驾，这样你才知道它的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。电车有电车的优势啦哈，我相信呢这些什么打油只需要5分钟的事情呢，人家说腻了吧，也不会有人再说了吧。如果你家里有多余的车，汽油车的话，买一辆电车其实也不错的。现在充电来说也不麻烦。Alright， 这辆车呢明天就会还了的啦。感谢 Chery 借我试驾大概8天左右。我这边想啊，如果今天我要买一台电车日常生活用的话呢，其实动力是其次。这辆车动力也不差嘛，0到100 under 8秒已经是很不错了的，不需要到0到100 3点多秒。我需要的是什么呢？需要的是续航能力强、省电，而且充电也要快。Omoda E5 的条件固然是真的不错，我充37%到90%，大概也不需要半个小时。日常生活用是 OK 啦。建议你是 daily drive 的话呢，你充到80%就可以了，因为比较快嘛。所以这辆车售价146,800，你心动了吗？好了，这个影片就到此结束。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期的 POV 再见了，拜拜。